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重装机兵回归，今天是第2期了。那今天有几个主要的任务，首先咱们来到麦基村，但是进来之后呢，咱们不进行探索了，直接先去收铜把。今天首先咱们要收机械师，其次呢要拿到战车，并且从本期开始，地面出现了大量的隐藏道具，咱们需要都拿到。然后要打水鬼的赏金手，另外还要打霸王花。霸王花是本作一个新增的赏金手，给大家演示一下吧。其实它强度很强，打它的话，目前阶段需要一定的打法还有套路。另外呢，需要把2个巨炮推倒。本期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，咱们争取节奏快一点。收机械师想要去拿战车的话，咱们需要租坦克了。先把这里搜刮一下，咱们毕竟是勇者呀，就干一点勇者需要干的事情。灭火器还可以，60块。这有一个菠萝弹，这是战斗当中使用的道具，但我更喜欢手雷和火焰瓶。咱们去租一辆坦克，然后呢去拿第2辆战车。租坦克的时间越短越好，因为租坦克的时候咱们赚的一半的钱要交出去。机械师现在没有装备，用拳头打人。这么快他就升级了。那升级的话呢，我其实应该把它带回咱们初始的镇子，找主人公的父亲提升他的修理等级。但是这个回去的过程呢，就给大家省略掉了。其实我是已经回去过了。租一个战车，这里好像只有1个型号吧？可以了，然后咱们去拿战车。买一个传真装置，这里叫做犬系统。这样，由于咱们刚刚已经到过了麦基村，咱们现在传送就可以过去了。来一个12吨的发动机，来一个主炮。为什么这里要更新装备呢？因为咱们要去打水鬼这个赏金手。那水鬼这个赏金手其实特别讨厌，他有的时候钻到水里啊，4到5个回合不上岸，咱们只能干看着。那好在呢，它不加血。行了，准备一下，出发。咱们这次过桥就很容易遇到水鬼这个赏金手，但是这次呢，我不能打他。我估计打完这架的话，机械师又得升级啊！他又叫来一个，这我升级的机会就更大了。租来的战车，默认是没有 SP 的。哎，他跑了，他竟然跑了！啊，主人公升级了，没有 SP 也可以。这样咱们一会儿如果快到工厂了，他被打跑了，咱们就省着还了。一炮一个。好，这里遇到了水鬼，但是这里我不能打他呀。2号车是一个租来的，咱们跑吧。进工厂，那进工厂这里我为什么没给机械师买装备呢？因为大家如果玩红白机版，那这里需要打一些
工厂里的机械装置。但是如果这个版本的话，比如说咱们上面的这台电脑，咱们不把防御系统打开的话，这里就不会遇敌。所以说这里就不用给机械师买装备了，省了一笔银子，直接去拿车。这个工厂呢位于海边，他们向大海里排放垃圾。所以说这款游戏当年其实反映了很多问题，包括环境污染，包括 AI。花盆里呢能够拿到柔软的果子，应该还有一个花盆能拿。作用呢就是到酒吧里卖钱。好的，来到了社长这里，这里它的用花的占卜的结果是随机的，所以说你有可能3、4次、4、5次，他才会决定把坦克给你。好，去另一边的梯子，这辆车就到手了。那跟大家说一下，2号车在本作里很特殊，它的系统方面呢和红白机版不大一样。2号车的话，我习惯是把主炮放到 SE 的位置，这都可以。但是咱们需要开洞，需要开孔。应该是到了罗克镇才可以进行底盘的改造。并且呢，这辆车还有一个特点，比较适合它的就是女战士了，因为女战士驾驶它的时候呢，可以使用人类的武器，这样后面如果有激光炮的话呢，咱们就可以用女战士来驾驶这辆车。行了，车拿到了，回去准备一下。首先需要把这辆破车还了。我一直认为租来的这辆车和咱们的2号战车是一样的，但是超人版本里这里可以看到，他们的贴图就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咱们需要搜刮一下，继续干勇者应该干的事情。搜刮的重点有一个地方，就是机械师的家。这家伙是个富二代啊！看人家这个宅子啊。那在这里搜刮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吧。首先就是机械师的家，另外几乎所有的旅馆抽屉里都可以找到什么肥皂啊、毛巾、拖鞋之类的。另外，这个镇子西北角还有一个隐藏的村落，咱们可以去拿东西。还有呢，就是麦基村。另外，麦基村的最南边海边还有一个补给站，但那个补给站的东西不多，我可能就不去了。跟大家说一下，那个地方确实有可以搜集的道具。哇，这个货家里好多女仆啊！这你跟我冒什么险啊？还有一个管家，接着搜刮呀。这张图呢，右下还有一个学校，但是咱们现在没有钱啊。而且是这样。红白机呢有一个捐钱的 bug， 你捐了之后撤回，它还是会给你立铜像的。但本作应该是不成，你必须把钱花出去。就是很多红白机版的 bug， 到了本作已经是得到了修复。包括一个最重要的 bug， 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军号 bug。军号已经没有那种神奇的功能了，所以到了下期就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赌军号啊。军号已经不存在那样的效果了。行了，咱们去那个村落。这里首先有一把枪需要拿，在这个位置。
拿完之后，村子里的东西就给大家略过了啊，咱们直接来到麦基。那个村子还可以睡觉的。那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结婚戒指，可以换到一枚镜片。麻痹伞、蚊香、灭火器，灭火器还是值钱，60。翻地吧，这里你不一定要翻多少次才会翻出来啊，有一点耐心。我这次呢是翻了2回。这样有了第1枚镜片，红宝石、激光枪的组件啊。然后咱们这里的2楼也有一些宝箱。另外呢，传送站的右边那个房子地面有一个隐藏。然后这个村子的北边也有2个隐藏道具，有一个是钱，2000块钱左右。那现在呢，咱们先不拿了，先去把水鬼那个闪金手给推倒。好，在这儿，柳丁枪，出发去打闪金手了。可以了，水鬼就在桥上，他还是比较容易遇到的。先需要把他面前的这2个蛙人干掉。这回打他呢，你就祈祷一下，他少往水里跳吧。我的天，打飞了！那可能是我的战斗级别的原因啊，没有练级。我感觉这主人公的主炮特别容易打飞。好，干掉一个。我还买了点榴弹炮，我怕主炮不够，只有10发。13点，这个货大概有那么300点左右的血。我的天，又打飞了！哎，他还跑了。那他跑了，咱们只能防御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主人公这主炮怎么回事啊？射不准啊！这可不是我的人设呀。24，刚才这发。他只要坚持在岸上跟咱们打就可以。好，他的护甲坏了，这又打飞了。我记得我打第1个闪金手的时候就遇到这种情况啊。我还有4发榴弹。1号战车默认的特弹的弹仓是8个。哎，副炮也打歪。哎，人跑了，这发榴弹还空了，防御吧，防御吧。这次还比较给我面子啊，他没在里边待个3、4回合，1回合就又跳出来了。格林炮对他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啊。好像榴弹也打光了吧？那就来副炮了，干掉。行了，回去整备一下，然后去麦基去打霸王花了。霸王花这个闪金手现在打呢有一点难度，咱们要依靠火焰瓶还有手雷来打它。不然的话呢，它首先是一个每回合多动，它可以2次行动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呢，它可以给自己加血，但是好在这个 BOSS 的血量不多，
只有100点左右，所以说咱们如果依靠一回合的爆发，还是比较容易干掉他的。来吧，咱们先拿隐藏道具，双重链锯一个，这是一个武器，另外还有一堆钱，2010块，然后就在这里，好遇到他了。72点啊，伤害非常的高。44，来吧，火焰瓶伺候啊，14点伤害，另外这个火还会烧到他的。1428，火烧了16，哦，这一半血已经没有了，扔手雷，继续扔。57，那炸没了，啊，这样就打完了，赏金到手。啊，接下来咱们的任务就是巨炮了。本作的巨炮打起来要容易一点，首先是它炮轰你的密度没那么高，伤害也不高，起码你把坦克开到它面前的时候，你的护甲还能剩一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这2个巨炮是一个一个打的。第3点呢是这2个巨炮，它打你的时候很少用大型的导弹，就是用机枪。伤害也不是很高，所以说还是稍容易一些。好，就在村子向北，路过这个桥就到了。那个地方有一个出口，是打完诺亚之后传送出来的。特弹呢，我买了穿甲弹，但是穿甲弹本作我感觉命中率比较低啊，就是给对方零件造成损坏的命中率，我大概4到5发才能造成1次。巨炮的生命大概在300-400点吧。非常可惜啊，这2个货没有赏金。但是打完他俩呢，有道具可以拿，是一个主炮。炮弹量是99，但是攻击力超低啊，几乎是没什么用。应该就是现在巨炮使用的这个机枪。可以，2号战车如果打得动的话，咱们就比较容易了。因为是2个巨炮分着打的，所以说打完一个之后，咱们可以回城去整备一下，休整一下。1号战车的护甲没有了。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，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，他玩红白机版的这个，打巨炮的时候，他的坦克呢底盘被打坏了。好像正常修理需要好几万啊，这样他就弃坑了，弃档重玩了。那其实他回家修的话是不用花钱的，当时不知道这个。我的1号车的零件已经开始出现损坏了，不过我感觉这个巨炮也差不多了。这个巨炮的难度主要就是来自于咱们现在的装备不给力，终于把它的零件打坏了。还有3发特弹了，用了吧？好，消灭了已经。我1000点经验，这个超级高。这里呢，我要回城去整备一下，然后回头再来打第2个了。
第二次的炮击密度就没有第一次密了。这个设定非常合理，这样咱们到这儿的护甲更多，打它就更容易。先使用特弹。本期开头我说的那些内容，咱们真的都做到了。收了铜瓣，拿了战车，拿了地面的3个隐藏，打了2个闪金手，现在在打巨炮。看看第5发。好的，他的装备坏掉了，居然又打了5发。他已经有几率用不出来攻击了。格林炮的攻击力可以啊！啊，这回合他就没有出手，那都是我的回合了。应该是差不多了，一点伤害。重装机兵这个游戏就是伤害不是很稳定。有的时候会心一击打出的伤害非常夸张，有的时候都打了不掉血。主炮还剩2发炮弹。哦，刚刚这个主炮打了几滴血，个位数，格林炮却打了10几滴血。我主炮是不是又打光了？只有10发。消灭了。好了，那咱们捡一下它的掉落的道具。然后呢，本期时间也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